大家好，我来做一个分享。我是4月26号到5月8号，我们去了摩洛哥也，一次朝圣。当然这一次的朝圣呢，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收获的，都会有很大的收获。作为我个人来讲的时候，实际上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想去对摩洛哥也，因为有格兰达呀，有安尼斯村呀，跟我讲咗好多次了。我想一下呀，世界上几乎大的朝圣地在罗马住了4年时间，我想你哪里都没有罗马，比不过罗马了，所以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朝圣了。所以说呢，我那时候他们一直给我说，可以去看一看，特别有好多人的分享让我很感动的，特别我们的麦克斯，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他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他说他为什么要当deacon呀，所以他去了摩洛哥也朝圣以后他回来改变了。那么因为这个以后我感觉到我说这真的是有奇迹的。所以我怀着好奇，我说你也许我去了以后能看到圣母的显现，我认为也是一生当中很大的收获。虽然我去了好多朝圣地了，没见过奇迹，所以当时就怀着这一份心态去了摩洛哥也。一个方面我想要特别感谢的我们摩洛哥也中心，感谢我们的安涅斯村格兰达。那么在你们的鼓励之下，那么和祈祷之下呢，然后呢我去了摩洛哥也朝圣。真的我相信我们了一个团去的以后，大家都有收获，都有感动。我最大的感动，我最初的时候我的目的是去希望能看到圣母显现，大家都看到好多的奇迹，我说能看到圣母显现也没有白来，所以怀着这份心态我去了摩洛哥也。但是你到最后的时候，在整个的朝圣过程当中，那么我最后你对圣母的显现已经没有多大渴望了，因为我最后发现以后，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的见证就是圣母的一种真实的临在，天主真实的临在。特别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我记得导游那一天晚上玛瑞安娜给我们分享的时候讲那个圣母的显现，圣母的神视者，然后我们就希望说，那让我们带我们去看一看神视者也可以呀。他说如果这样都去的话，你这些人就没办法生活了，都去敲门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最初的时候我说我们见不到圣母也可以，见到神视者也行啊。但是我们就带着这份心愿，但是到最后你真的那么感谢圣母那么我相信以后肯定是我们的大家的努力，那么我们整个团都见了神视者，那一天我们一起去祈祷。但是到最后对我个人来讲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到我已经没有多大的渴望一定要见到神视者了包括圣母的显现呢，我认为也没有多大的渴望，因为在整个的每一天都是我自己有一个心灵的感动，所以那份感动就是感受到圣母就是临在，圣母真实的临在，天主真实的就生活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想我那个时候从我心里来讲，我已经不需要圣母的显现出来，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了天主真实的都临在于那个地方，临在于我们朝圣者的心中，临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说我感觉到那就是圣母，带着渴望去见圣母的时候，没有见到圣母，但是体验到圣母的临在，体验到了天主真的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认为这个就足够了。所以说我这一次的分享，你大概的过程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带着一个感动。第一天我们就去了圣母山上的，我们去了圣母山 OK， 我们去了圣母山的时候，圣母山呢那个路真的是很难走的，如果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去过是吧，我能来到今天能在这边的应该都去过在那边朝圣，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难走的路。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我们的山比这个山大得多，
但是呢，没有见过这个路呀，没有一个地方是平的，都是这么小的石头啊，真的路很难走的。然后这么难走的路以后走上去的时候呢，那么当时那个导游玛利亚娜也给我们说，你说那有个圣母像，那尊圣母像就是圣母曾经在那里显现过。我一上去以后呢，我相信大家都是满头大汗的走上去了。上去之后呢，我就跪在那个旁边，我说圣母呀，人说你在这里显现的，你也让我看一看，让我动一动，然后让我能够看到你和真实的在这里就好了。然后呢，我正在一个人在那边祈祷的时候呢，然后我听到有一个人一个很大的声音喊啊，用意大利文 permesso 啊，就是让一下啊。然后呢，我就看去以后呢，两个担架抬上去了。我说我两个人抬上去担架那个路啊，我说我们正常人走起来都特别的辛苦，什么两个人以后4个人抬一个担架，抬个病人，抬了2个病人，2个担架抬上来。然后我当时我就想，以后希望能够圣母你给我显现，让我看一看。我看到这一个场面的时候，哎呀，我说圣母你真的应该在这里。如果没有你恩宠的感动的话，正常人走不上来。不要说以后一个病人2个病人以后被2副担架抬上来。所以说当我看到那些，我一个是病人的信德，一个是当时抬担架的，那个路真的没办法走的，4个人我不知道怎么往上抬的，他需要一个平衡呀，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当时心里都有一份感动，我的圣母一定在这里。如果没有圣母的临在，我想没有这份恩宠的话，不会这样上来的。你给我花钱我都不会上来的，给我钱我都不会上去的。但是看到他们的这个榜样的时候，那么从我内心里真的有一份感动。我说真的圣母就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一个2副担架对我来讲就是一种美好的见证。这2副担架让我更能够感受到圣母此时此刻就临在这里，不再需要圣母真的显现出来。所以说呢，那是一个第一个感动啊。但是我当时我记得没有和别人，我和麦克斯讲的，我跟麦克斯说，我说麦克斯，这抬上来真的不容易。麦克斯给我讲，抬一副可能抬一次100块钱我说花钱上来的。我当时就感觉到我们已经朝完圣祈祷完以后往下走的时候，我不知道麦克斯还记不记得，我跟麦克斯讲，我说这能抬上来，我说一个是病人的信德，一个是抬担架人的信德。我说这真的很感动。麦克斯说这是要花钱的，一次你应该是100块钱，然后会抬上来的100欧元啊。我当时我刚有点以后你感觉到哎呀很伟大，那么马上就感觉到哎呀没有意思了，因为这是花钱抬上来的，就没有信仰了。我当时就感觉到以后呢，好像就没有多大的感动了。那么最后的又不同的一点又是什么呢？第2天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啊，这个团体彻拉考劳就是一个晚餐厅祈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翻译成这样，因为我这个单是意大利文的。这个晚餐厅祈祷这个团体的见证，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呢，分享的这个人呢，那天分享的那个人呢，刚是抬担架在最前面的那一个，他跟我们分享完以后，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教友问说，你抬一次多少钱？那个人告诉我们，他叫 Creams 是吧？叫Karim 说呢，我们是完全免费的。哎呀，我说呢，本来以后你就感觉到没有感动了，他一说免费的以后呢，那么又感动回来了。所以说呢，我感觉到以后呢，这个天主的恩宠真的在那几天每一天都有一份感动。第1天就是在圣母山上的那2副担架，我当时就感觉到希望哎呀圣母能显现出来。当我正在那样祈祷的时候呢，那么那2个担架上呢，我就感觉到哎呀圣母就在这里。那么第2天我们去了他们的这一个晚餐厅祈祷的团体。那么其次这一个见证
那么更重要的变化是这一个团体当中的这个见证人的分享，因为这个见证人他叫哈瑞姆是吧？哈瑞姆，他的分享，他的分享呢，我记得他说他15岁的时候呢，然后父母离婚，那么最后呢，他就开始混社会，被人欺负，被人欺凌。那么15岁以后，他慢慢的社会上开始吸烟，那么最后你到的吸毒，开始以后酗酒，那么最后你到20多岁成为黑社会的老大，然后他的生命就成这个样子了。最后他30岁以后，你来到莫竹哥野以后，人把他介绍到莫竹哥野，因着他的病，眼睛看不见了，没办法治疗的情况下，包括戒毒都戒不了的情况下，人把他介绍到这一个团体来。所以他30岁去了这个团体，他说没有吃过任何的药，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把毒戒了。那么一直到今年他35岁，他在这个团体已经待了5年时间。他说你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团体会有一个人每一天陪着他，告诉他你要哭的时候你告诉我，和他一起陪伴他哭，陪伴他去工作。他每一天去以后你扫树叶，他开始的时候说扫树叶有什么意思，等一次落完以后一次一扫就好了，但是没有，在团体去每一天早晨起来都会让他扫树叶。他说他就成了扫树叶的专家了啊。然后你后来的时候，他慢慢的在里边他自己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戒了毒了。那么他现在他讲以后，他现在成了别人的天使，他在陪伴别人。他讲到很感动的，让我很感动的一句话，他说在我没有认识天主之前的时候，我这一双手是一个破坏的手，但是我认识了天主之后以后，我这一双手成为建造生命的手。所以说呢，真的以后他的莫竹哥野以后，他生命完全改变了。从他的分享当中，我特别他说到那一句话，我认为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很有感动啊。那么可能我们真的没有认识天主之前的时候，我们一切所做的一切，他那时候后来成了是黑社会的老大，他开始因为他以前受过欺凌，所以说他当了老大以后，他就开始以后欺凌别人，他认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没有认识天主之前的时候，没有来到莫竹哥野之前的时候，他认为一切都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最后改变之后呢，他才发现以前的这一双手都是完全是来搞破坏的。但是认识了天主之后，他用这一双手来建造生命的，他帮助别人，帮助其他的人。他说他现在成为别人的天使。所以说呢，我从他们的见证当中感受到天主就在这里，圣母就在这个团体当中，圣母就在吸毒者的身上，真就在这些酗酒的人身上。只有圣母的灵在的时候，圣母的恩宠在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才完全改变了。因此那个就是我的顶在那，真的是每一天我自己都会有一份感动，我感受到天主真的就是生活的天主。我相信我们去的其他很多的朝圣地，我们所感受到的体验到的都是看的是过去，因为我们从教会对于朝圣地的这一份定义和确定呢，它有必须有个历史的原因。所以我们去的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的这些朝圣，这些圣人圣母的朝圣地，不管哪一个朝圣地，我们都是回忆历史的。但是这个地方非常不同的，我相信通过这份感受到圣母真实的临在，那么我们真正体验到天主的临在。所以从他们身上都感受到了天主是生活的天主，天主是生命的天主，天主天天和我们在一起。所以那个是我去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一个团体之后一份感动，真的感受到圣母就在这个地方，圣母的恩宠就在那里。
那么其次最后你又看到了第3天第4天参观了这一个莫朱格叶城堡的建设的 Patrick， 他给我们分享的时候，他也离过婚，他是加拿大的温哥华人，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那么他以前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教友，但是你领过洗以后你不去教堂，并且他拿着钱告诉他的儿女们说，钱就是天主，有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说呢，钱就是上帝啊，不需要说相信其他的了，就相信依靠钱就够了。所以他在加拿大呢，他说他有7个汽车公司，专门销售欧洲的高档的那个进口的汽车，每一天要能够最少出售50多辆汽车，所以说很有钱的。但是他自己以后离婚，女儿说离过3次婚，那么几次婚呢都是这样的，儿子吸毒。所以说呢，从他的身上，他最后去了莫朱格叶之后呢，他改变，他感受到了以后，他生命不同了，他最后把他的公司全部卖了以后，再开始建这个莫朱格叶的城堡。当然我们这个照片呢只是一个很有限的一部分，我认为整个的城堡，我当时用那个 AI， 我说你给我算一下，看这个城堡能花多少钱。他给我看了一下，光这一栋楼呢应该是在1000多万吧，加币1-2千万，所以整个城堡下来，我认为的花费应该在几个亿欧元，可能都盖不起来的，现在还没有完工，仍然在建设当中。所以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真的圣母的这份力量。他去的莫朱格叶朝圣之后，他生命完全改变了，原来认为钱就是天主，现在以后这些都不要了，公司也卖了，用这些钱他自己来建这个城堡，来帮助朝圣者。我查了一下，这个城堡里边有一个修会，有一个女修会，在这城堡里边他有他的会院。那么其次呢，他把这个地方是帮助每一年的朝圣的神父们，然后帮助他们来后做避静呀吃住的地方。所以说呢，我想以前的时候没有认识天主的时候，那么认为钱就是天主，认识了天主以后呢，那么钱不是天主，那么钱不是万能的。没有认识天主的时候，整个的生命是一团糟糕的。所以真的他去到那边以后，那么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这就是圣母临在的力量。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真正的不需要说你看到圣母，我对我的感动就是看到生命的改变，这是更真实的。所以说你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了圣母和他们在一起，圣母和我们在一起。那么最后你一个感动，实际上感动了很多的地方呢，不仅仅是这几件事。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附魔的事件。朝拜圣体的时候，我第一次呢，因为我们祈祷完以后呢，我朝拜圣体我去到外边了，在外面的广场上。我们去的时候，外边的广场正在维修当中，那个露天弥撒还不能做的，所以在教堂里边好弥撒呀。但是呢，因为里边容纳不到多少人，弥撒结束之后呢，我第一次朝拜圣体，我们在广场上。最后我们的教友回来讲，今天晚上教堂里边有附魔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广场我们听不到看不到。那么第二次的时候，你那一天是星期二晚上朝拜圣体的时候呢，我和 Max 我们两个以后，我说祭坛上我们去朝拜圣体吧。那么到礼拜朝拜圣体的时候呢，那么最后要大家正在朝拜圣体，念完词，念完什么？念完一个念完一段经以后呢，就开始有人第一排往第二排，可能在我们的教友旁边坐着，应该在澄清旁边的是吧？那个附魔的，然后以后我就看着好倒下去。那个教堂里边因为很挤的，大概的人要是容纳满的话，我相信最少应该500-600人吧，因为人在里边站着的好多，最少500-600人。那么
那一个人一喊的时候，整个教堂我们念经的声音以后都盖不住他一个人的喊声啊。他大喊的时候，你真的，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我感觉到我的毛孔都那个汗毛都竖起来的那种恐惧啊。但是你真正的那个时候更感受到，哎呀，我从来以后朝拜圣体没有流过泪啊。那时候真的是不由自主的会一种感动，天主真的伟大呀，天主真的是真实的啊。所以说你真的也会体验到了天主真实的临在。耶稣基督，常常我们朝拜圣体的时候，我真的会感觉到，哎呀，我的理性告诉我，耶稣就在圣体圣事当中，但是真正的没有那份生命的体验，真的很少的。但是那一次朝拜圣体的时候，我相信此时此刻一个人一下以后，你倒在这里以后大喊着，我看到那个主里的神父，你给旁边一个神父，意思说下去看一看去，那个神父，我相信和我一样是朝圣者，那个神父不敢动。我说你可能叫我的话，我也不去，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下来以后，另外一个神父可能是当地的吧，有经验，然后他就下去了啊。然后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以后呢，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临在的。那特别呢，我本来还有一个呢，我看到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个感动的，去的时候我们的介绍的时候，导游介绍的时候，哎呀，大家去的时候要带鞋要带好一点。我们有的教友带了3双4双鞋，有走路的，有爬山的，有坐飞机的，有在房间的4、5双鞋。然后我去以后上山的时候，我特意有一个照片，然后你那些人光着脚然后走上去的啊，我就感觉到，我说你如果说没有圣母在这里的话，没有天主真实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临在这里，谁都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你每一天都有个感动，每一天你都是一个看到这些人的见证，就是奇迹，本来就是奇迹。所以说我自己本来带着一个渴望去看到圣母，结果没有看到圣母的显现，但是真正的体验到了，从他们身上体验到了天主真实的临在。所以其他的朝圣地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回忆过去，但是真的在默多格耶，大家都能体验到圣母真正的就在这个地方，圣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我相信圣母能感受到圣母的临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感受到天主是生活的天主，天主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那个地方真的去以后感受不一样。导游我认为也是做得很好，我们一去的时候，导游说我们马上进入到福地，他没有说很夸张的讲起来怎么样，他只是告诉大家提醒，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所以说呢，他能够，我在那边去了很多的朝圣地，没有在默多格耶的那份体验感受，让人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非常的热心。那么导游在分享的时候告诉大家，打开我们的心，那么让圣母能够走进来。那么其次呢，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一天我们去到了，有罗马来了5个神父，他们也去那边朝圣。我们碰到了以后，你晚上，因为有一个是我的同学，然后我说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后来以后他们说我们在酒店里边都订好了，不需要在外面吃饭了。然后他说去他们住的那边，我就和他们去吃了个饭，聊了天，聊到半夜了，实际上聊到11点多了晚上，我从他们那才离开。离开以后，他们住的地方呢，就在那个圣母山绿石之下下面那一块。他领我去的时候走的是土路啊，从那个教堂那边会你穿过去的。我想以后我从那边穿过来以后到教堂，我从教堂我就走回来，大概你有40分钟应该差不多。结果我走到教堂这，我走了半个小时了，我找不到教堂了。最后我想，我现在最好的办法，我说叫个出租车呢，因为在荒地里边呀，我不知道啥都没有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唯一的办法，我现在我走回去以后，绿石之家下面，我知道在圣母山下面，我会绕着那条路我会回去的。结果最后又返回去，所以说在路上大概走了1个小时10分钟，大概70分钟。那天晚上我回去11点40左右了啊。那么
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说走到哪里我见到的人没有说，哎呀，感觉到这个半夜了，见到人会不会有害怕呀？有人会抢东西呀？没有那份感受。所有见到的人，大家都拿着念珠在路上走着，都在念着玫瑰经，所以说真的会感受到一份神圣的氛围，真的不一样的。所以你在那边以后，你真正体验到了以后，圣母就临在，不仅仅在摩珠哥耶，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体验到圣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是我们的生命，信仰不是一个道理。我认为目前来讲，不仅仅对我个人，我认为最重要的，对我们的整个教会最大的挑战，不是相信有没有天主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把信仰当成了一份道理。信仰在我们的理性当中，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圣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么一定会体验到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天天和你们在一起。那么这样我整个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所以说，那么这一次我去的朝圣，就是从渴望能够见到圣母的显现，那么最后你到已经不渴望圣母能够显现出来，而是真正的体验到了，在这个见证者身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感受到的天主就和他们在一起，圣母临在于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我个人来讲最大的一份感受和收获。那么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感受到体验到圣母的临在的时候，那么一定会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整个的生命就真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呢，有这一份体验真的是很难得的，这就是圣母赐给我的恩宠，让我的生命不同了，让生命有一种活力，有一份动力。信仰不再是一个道理，信仰不再是我的思想当中的一个信念，而是我的生命，让我能够在生活当中像他们一样，能够活出信仰，见证耶稣基督。我相信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好，谢谢大家。